我們來了東協廣場這個地方呢，很多台中人以前一定來過。它以前呢叫做第一廣場，後來才改名叫做東協廣場。一踏進這裡，你會有一個錯覺，你很像出國了一樣，一秒來到東南亞。因為它裡面呢有很多東南亞的商店，所以很多人又会說他們這裡叫做台中的小東南亞。酷酷酷！那我們今天就帶大家去看一下東協廣場究竟長什麼樣子。那我們就話不多說，直接 go go go！ 超級酷！東協廣場呢，其實是位在火車站的附近。你會發現它主要的商店啊，都是在這個建物的周遭。我們等一下也會帶大家進去看一下，這裡面到底賣了些什麼東西。好期待哦，好久沒來了。以前這裡很繁榮欸，你們知道嗎？有台中人知道這裡的話，跟我講一下，你們以前都來這裡買什麼？老公，以前我阿公啊都會帶着我跟我妹搭火車來這邊，買衣服、買鞋子，到處逛逛。在這一棟上面。對，他以前其實這裡很繁榮，你不要看他這樣子哦。我看他這樣子，我覺得他現在很好玩，你講話小心一點哦。因為啊，在我高中時期，國高中時期啊，其實東協廣場這裡有一陣子它是比較負面的，我覺得比較負面，因為很多人會覺得這邊可能比較陰暗、比較髒亂，或者是外籍移工比較多，就不敢來。不過你們千萬不要有這種印象，因為呢，這邊經過整理之後啊，它現在其實很熱鬧，尤其假日的時候啊，很多台中人也會特別來這邊吃一下異國美食。我覺得如果你們有空的話，也可以來這邊繞一繞，是還不錯。你知道我高雄人對於這個東協廣場的第一印象是什麼？什麼？我以前聽到都是鬼故事。哈？我以前聽到超多鬼故事的，但是其實看起來不會啊。我覺得它現在看起来就是還蠻乾淨的，而且就是各種的各國的人都在這邊活動，我覺得蠻有那種國際村的感覺。一秒出國啦！一走進來，你就會看到我們現在位在的是東協廣場，是在這一區。旁邊呢，基本上好吃的美食通通都有。你看密密麻麻。我想要吃這個沙茶火鍋，是異國美食嗎？我們今天會去嗎？你們看到最後就知道我们會不會去吃了。這附近呢，也有列出很多這邊有名的料理。好，那我們就直接 go go。我們現在要去找一間叫做蕭太太，它是泰式料理，因為我們很想要吃泰式料理。現在為了去那家店，就是繞他們的外圍你會發現有很多吃的店家，跟一些賣越南服飾嗎？我剛剛其實也有看到服飾跟雜貨。好想出國，我看起來很好吃呢。對啊，好想去越南玩。他們的東西都看起來很好吃哎，我的媽！外圍這邊感覺也有很多寶藏小店啊，在這裡啊，它就是在外圍啦。其實它的美食街也都在外圍，建物的外圍。好啊，那我們直接進去吃。我們進來點好餐了，在蕭太太這裡啊，我們點了一個泰國一定要吃的打拋豬，還有一個是爬泰，我朝思暮想的爬泰。許先生朝思暮想的泰式奶茶，沒有錯的啦，兄弟。他們的爬泰會不會太大一份？還不上1/4角的檸檬。剛剛我們本來要點炒板條，結果呢，老闆剛剛進來的時候啊，就跟我們講說，你們是要吃爬泰嗎？如果是爬泰的話，是炒河粉。那如果你今天是炒板條，它就是單純沒有那個酸酸甜甜的味道。所以我們差點要點錯了。你們我以為爬泰就是板條所以其實板條跟河粉又是不一樣。我覺得他們麵的世界啊是非常廣大，我已經都沒有做好功課這樣的寫，因為他們的麵體啊就有很多種不一樣的，調味上面也完全都不一樣。我們想要吃酸酸辣辣的啦，就是要點炒河粉，那才是他們的爬泰。他剛剛餐點啊都有問我們說要加辣嗎？我立馬就說要，就是要吃辣。它的炒河粉啊，裡面會炒一些肉絲，我們點的是雞肉，所以它就有加一些雞肉絲，還有蛋下去炒，跟韭菜。韭菜我們那時候吃也是韭菜，是。很派。它擠檸檬，它檸檬會多一個清香味，我更喜歡的是這個脆花生。那脆花生很散播。我們上次去泰國玩的時候，它都可以放在旁邊自己加。但他們家呢？就炒在裡面，還好有那個脆度。你在咬 QQ 的河粉的時候，還會吃到脆脆的花生，很好吃，而且它的調味超夠味。我們呢是甜中帶一點辣味，它裡面還會有那個檸檬的酸感，
所以它就是酸甜鹹辣通通都有，超級爽這一份，而且分量很大，真的很大。這個河粉啊超 Q， 你咬進去的時候，你會很像在吃那種很有嚼勁的冬粉，非常的 Q。如果稍微翻一下它的菜单，我覺得它的菜單價位上面都中規中矩，沒有到特別貴，沒有到特別貴。以分量來說啊，我覺得這裡蠻適合，如果你想要吃多樣化一點，你就可以找3、4個朋友一起來吃。但是一個人也不要擔心，因為它也有這種個人餐。像我們今天打拋豬也是一個人吃的分量。它這一道菜裡面酸甜辣的元素全部都有，作為我們今天的第一家店，我覺得非常開胃，超爽。是不是有豆乾啊？好像有豆乾類。除了豬肉絲，裡面還有豆乾，是雞肉絲。你不要再一直亂講話。小小提醒，如果你覺得它的調味不夠辣的話，旁邊超多調味料。剛剛老闆有跟我們說，如果是Pad Thai可以加這種乾辣椒粉下去吃，會更香。旁邊也有這種酸甜的辣椒醬跟糖。這個是砂糖哎，到底有誰吃這麼甜？跟我講一下好不好？其實它的Pad Thai本身味道我覺得算甜，是甜的哦，但很好吃，喜歡可以。好開胃。另外我們還點了一個打拋豬，這個打拋豬一上桌啊，許先生剛剛就有偷吃了一下，因為我們在台灣吃打拋豬啊，很常是九層塔，是不是？痛恨九層塔的朋友，他們說那個是假打拋。我們今天來吃真打拋，上面還會放一個半熟蛋，我剛剛把它戳破了，超級療癒。那個半熟蛋的蛋黃直接淋在飯上面。我不得不說，泰式料理裡面打拋豬真的是我最喜歡的料理，非常下飯。每次只要吃打拋豬，我都是白飯下2碗。你有知道它裡面那個豬皮嗎？沒有之前我們吃打拋豬啊，大部分都是肥肉跟瘦肉夾雜。你知道肥肉的時候其實是多數是油花，但是他們家吃起來有那個豬皮 QQ 的味道那個口感好棒哦！而且它的小辣蠻辣，這個打拋有辣，不用再另外加醬了，它非常的夠味。它的米是泰國長米，所以吃起來是非常粒粒分明，很有嚼勁。這兩樣都算是，如果開在我家旁邊，我晚餐就會吵着他說我想要吃Pad Thai跟打拋豬，超級好吃。我個人可能會給打拋豬更高一調。我喜歡吃甜味的，我就喜歡Pad Thai，因為它的Pad Thai是帶有甜感，很下飯。東協廣場的第一家我就很喜歡了，我已經非常期待下面的，再搭一個泰式奶茶，完美，這一餐完美了。接着我來吃法國麵包。這一間呢是越粗越式法國麵包。剛剛有看它的包裝，為什麼叫越粗呢？因為呢就是越粗越好出。他們家呢雖然離東協廣場走路大概5到6分鐘的時間，可是因為我發現東協廣場它沒有一間單獨在賣法國麵包的店，所以我就跑了大概5、6分鐘來到這一間店來吃這樣子。我今天呢點的是他們家最招牌的脆皮豬肉口味的法國麵包。他們的法國麵包很大一條，而且剛烤出來很酥脆，現在摸起來都還聽得到那個聲音。而且呢，店員很貼心，他會幫你夥伴，雖然不能分開裝，但是夥伴我覺得就很貼心了，你可以一次吃一半，另外一個呢吃不完帶回去打包。它呢裡面我剛剛看了一下料，裡面呢除了脆皮豬之外啊，還有很多的白蘿蔔、小黃瓜、高麗菜絲、紅蘿蔔絲、精神靈魂的香菜。它的脆皮豬啊，招牌到什麼樣子你知道嗎？剛剛一走進店裡面，發現一大塊，那個真的是模型，一大塊的脆皮豬放在那裡。那是脆皮豬本人，真的是，我一定沒點錯。我還有偷偷的加辣，好酥哦。怎麼那麼酥？它不是刮嘴派的，它是空氣感的法國麵包。我們吃過很多家法國麵包，很扎實，咬下去呢是脆皮，沒錯。但是呢，邊緣的地方因為比較厚實，所以會有一點點的微刮嘴。但他們家的越粗這一間呢，它吃下去、咬下去那種空氣感，表皮就只有薄薄一層這樣子，所以你咬下去完全不刮嘴，反而你很享受它那個薄酥的感覺。裡面的菜啊給的蠻多的，所以你咬下去全部都是那種脆口、清甜的味道。辣目前我沒有感覺到特別辣，它的辣椒不算是太特別或太辣。它的脆皮豬啊是這種表皮烤到焦脆，中間的地方呢是3層肉，所以你吃下去呢不會覺得太硬或太結實，不會，你反而會很享受它中間的油花感。
整體調味，我怎麼覺得有點出乎我的意外？因為之前我吃很多家的法國麵包啊，味道都很重，尤其它的那個紅蘿蔔都是有醃制過的，所以你吃下去就會覺得很酸甜，味道很 heavy。但他們家的是吃生菜，你會感覺到很像 Subway 那種生菜感，調味上面完全不會過重，而且脆皮豬也不會是那種醃制味道很重。算是我覺得，如果上班族的小姐姐想要吃一個清爽的早午餐，會很喜歡他們家的法國麵包。整體走一個很清爽的路線，蠻好吃的。成本雞蛋糕36把刀。為什麼36把刀？我也不知道為什麼36把刀，我來 Google 一下，你先介紹。他們家呢雞蛋糕呢非常的簡单，就是賣這種原味的雞蛋糕，以及我手上有包餡的雞蛋糕。而包餡的雞蛋糕呢有2種口味，一個是紅豆，一個是奶油。它的價格還蠻實惠的，這樣子5個雞蛋糕20塊，原味沒有包餡的20塊。然後我手上這個呢，一個是15塊。哎，你說15塊它其實不貴，因為我每個拿起來啊，內餡都是滿滿的。它的紅豆餡你看擠出來了，外層呢是用雞蛋糕的皮做成一個棉被，把它整個捲起來，好古早味哦。紅豆他們家的口味啊是那種非常傳統的古早味，吃得到裡面的豆沙內餡，但是它的內餡呢不甜膩耶，它是屬於甜度控制的刚剛好的，而且它外面的這個皮啊，我覺得有蜂蜜香味耶。它不會很乾，帶有那個 Q 度，你們一捏就知道它是 QQ 的，吃起來 QQ 的。奶油餡呢，我本人也是很期待，因為它奶油餡看起來很像 cream 這樣乖。奶油餡比紅豆更軟嫩。哇，你這個是內餡交易耶！不要抓我。它的奶油非常之傳統，它是那種乳馬林系列的奶油，不是卡士達，不是像我們現在很喜歡吃的西式的那種。它比較像是菜市場有在賣的那種果子裡面填的那個奶油內餡。畢竟這一間已經祖傳3代，歷經50年的歷史，所以它古早味一點，我覺得也是蠻合理。蛋糕體很綿密，這個真的是可以吃一下，非常古早味。那如果你們不喜歡包餡的啊，它也有這種完全沒有包餡的最傳統的雞蛋糕，1小盒，這個才20塊而已，5個20塊。你們看剖面就知道了，它有多彈多 Q 彈。它的表皮本身呢，跟這個是没有什麼太大的差異，但是這個多了一個焦香，多了一個內餡啊哈。多了內餡跟表皮再焦香一點，這個就是真的 Q 嫩，完全是 Q 嫩的口感。所以喜歡內餡交易的就可以買這個捲心的，不喜歡內餡交易，為人比較正派的，你就可以買這個實心的。你這樣真的會被告，真的是。好啊，在你一邊吃雞蛋糕的最後，我來幫大家補充一下城門雞蛋糕36把刀的典故。你知道為什麼它要36把刀嗎？童謠原本的唱法是來自於中國內陸安徽地區，它原本唱法是城門擠蛋糕36蛋糕。那經過民國初年的時候，老兵來到了台灣，因為他們講話有鄉音嘛，所以台灣的小朋友聽到之後就變成城門擠蛋糕36把刀。好，對，就補充一個小知識給大家，來讓大家一邊吃雞蛋糕，還可以得到新的知識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講，廚房最臭的不是垃圾桶，是廚餘桶。每天煮飯都會有廚餘，魚骨、葉菜剩飯放1天就開始臭。我之前有研究過廚餘機，聽說超常發生，用久會臭，刀頭壞掉，卡料難清。最後很多人就乾脆擺去陽台生灰塵，害我一直不敢買。後來終於讓我找到這一台。先說白色家電真的很加分，很多貼心設計更是地當甜啊。它有臭氧抑菌加活性炭除臭，廚餘丟進去比較不會發臭或長果蠅。像我煮飯的時候手油油，真的很不想碰機器，這時候自動感應開就派上用場。旁邊也可以壓一下打開，湯水記得用濾水蓋先瀝掉，處理的時間會比較快，也比較省電。它可以同時上面烘乾，下面攪碎，一機兩用，軟硬廚餘都可以處理。遇到含水高糖油的廚餘，丟入前次的廚餘乾料或用過的衛生紙當基底，廚餘的成品會更清爽，就會很好清理。像大骨、蛤蜊殼這種很硬，它其實是一般垃圾，根本就不用攪碎它。先在上面烘乾，沒有油水直接丟掉，不傷刀頭，又可以保護內鍋塗層，才能用更久。烘乾攪碎的廚餘真的不臭欸，很像炒肉鬆。而且我最驚訝的是，你聽它的聲音。它真的很安靜，智能感測跟語音提醒，讓操作變得很簡單，還會依據濕度、溫度進行智能縮時，時間都顯示在熒幕上面，一目了然，連我媽都會用。最後會變成這樣，體積是不是變很小？最重要的是，整台都可以拆洗，再也不怕廚餘機用久會臭。如果你家每天都有剩下的廚餘，真的可以研究一下這一台，煩人的事情變得更輕鬆、更優雅。接着呢，我們要帶大家進去裡面逛，從1樓開始呢，你一進去會發現啊，他們這邊賣了很多衣服啊。皮件吶，跟一些女性的日常用品、珠寶，
跟內衣類的東西。所以如果你想要買一般穿戴式的啊，這邊1樓就可以選了。泰國的一些化妝品，跟大家說，泰國的眼線筆超級好用，因為他們很抗暈，非常的厲害。如果你們有想要特地找這種品牌，這邊也都有賣。還有指甲油啊，一些，這是黃金嗎？應該不是。另外跟大家講一件事，他們這邊的通訊行非常的多，因為外國移工啊，他們其實很需要跟家鄉通訊，所以這裡手機行啊、通訊行啊、那種 SIM 卡啊，這邊通通都有賣。接着呢，我们要往2樓前進了，許先生帶路。我覺得它這邊有一種我們去韓國東大門的感覺。是嗎？那東大門那一整棟，它其實很多都是做批發的我看它上面都是批發的。原來如此。好，2樓的地方到了，哇，更多通訊行。這個是什麼啊？這個好像是他們的越南超市的樣子。我們去泰國的時候，對 Big C， 對，你1秒讓我拉回泰國，想知道 Big C 有多好逛，自己去看那一集。我們來帶大家逛一下他們的超市。這個超市呢，哇，這邊就直接告訴你說，他們有賣哪一個國家的一些東西、零食、食物，怎樣我發現我會是在強調什麼？我不懂。哇，走進來其實跟我們的愛買啊，跟那種連鎖超市很像。這邊全部都是一些吹風機，然後小提袋，怎麼跟我們的五金百貨很像啊？然後走進來的地方，不可能在這裡給我賣鳳梨絲吧，朋友。然後來到了這一區呢，你會發現這裡有非常多的那種果乾類，我們去泰國一定會買的香蕉脆片果乾，這裡它這樣賣65塊。啊，我們那時候在 Big C 的時候也一直買果乾啊，你記不記得？我只記得那個有一個花生啊，我知道洪大哥，那個很好吃，洪大哥花生。然後這個是米卷，越南的米卷，他們的米製品啊真的非常的多，像最近很紅的米子做料理就非常厲害，這種是米做成米卷當點心零食吃的。他們可能真的是各國都有你看它有泰國區、菲律賓區、越南區、印尼區。對啊，他剛剛门口那邊就有貼。可是我剛剛一進來看到鳳梨酥，我有點傻眼。我想說那是什麼意思？台灣區，台灣代表。好酷哦！你剛剛講的區是真的有還有大家去越南最喜歡買的七七咖啡。而且我發現它的這個蔬菜類的研究，你看，因為它會有一些這種他們當地用的食材，像綠辣椒、南薑。這種我們一般你在台灣的超市比較買得到，還有這種芒果，因為它是賣這種整袋的青芒果。它這個是不是芒果飯裡面的那個芒果青啊？酸辣青，然後還有那個薑毛、檸檬葉、長豆，都是我們一般在台灣的超市比較少買到的蔬菜。所以難怪剛剛吃到的是打拋葉，不是九層塔。好啊，這邊可以買得到你想要的那種異國料理食材很棒，很方便。各位看一下泰國區，泰國區呢會有很多化妝用品類的東西，他們日常用的一些什麼洗髮精、沐浴乳啊，然後保養品啊，Lily Coco 這邊都買得到。我最好奇的是食物區，我想問大恰香瓜子為什麼要掛在菲律賓去？我老公呢，現在1秒回到了泰國，我不知道這邊的物價是不是跟泰國當時買的一樣便宜。他要來找筆通，因為呢，我們去泰國，他一直吵的就是他要囤筆通這件事情。好像沒有這邊好像是調味料比較多一些，就是你想要的泰奶啊，跟一些手標泰奶也有。這邊也有手標泰奶啊！我們在泰國最愛喝的手標奶茶，這個紅茶一定要買，這個回去自己做，滾！我看到你講的那個了啦。對，這個花生啊，健美49塊，我記得這個非常好吃，而且它這樣一包賣是9塊錢的。大哥大，我剛剛問了，泰國筆通沒貨，太熱銷賣光了，賣光了。許先生最想買的東西沒貨了，飛去泰國，然後轉場飛去泰國，來1、2、3。後面一大區全部都是異國的點心零食，全部在這邊。我們在泰國呢，那時候扛了一大堆行李箱的餅乾，這邊通通都有。但給你們看一下，價錢，自己看一下，好便宜哦，這樣子30塊。其實你算省下那個機票的錢，哇，我覺得在這邊買好划算哦。那這邊的餅乾啊，就大概29、39這種價位啊，好值得來挖寶。那種魚皮餅乾不知道可不可以在這裡買？我剛好看到豬皮，所以這邊可是可以進的。你們在那邊沒辦法帶過來的，你自己直接來這邊買。滾！
最後的一區是日本、韓國、馬來西亞區，它不是只有東南亞的，它是連日韓商品這邊都有。我猜這個應該是後來加進去的啦。然後這一區呢，還有賣一些襪子啊，跟絲襪類的東西，內褲。反正這間超市呢，就是什麼都賣，什麼都不奇怪，你想要的都在這裡買得到，除了筆筒。我要來跟你講一段故事。你知道以前第一光糖信在我小豆的年代非常熱鬧，但後面呢為什麼會沒落？就是因為我們的商圈頂轉。因為你知道，不管什麼商圈啊，一定都是從火車站開始繁榮，開始熱鬧。但後面呢，就陸陸續續像高雄一樣，可能就往北高雄那邊去發展巨蛋啊。然後我們這邊呢，就是往一廣，我們有一中街，我们这邊就是往一中街，往那個逢甲，沒錯，就是往各個商圈去發展的，變成一廣這邊就開始沒落，覺得有點可惜，小可惜。不過它現在也是有另外的風貌啊，是，他現在就是走出他自己的一個味道，異國美食料理區，蠻好，蠻有特色。它1到3樓啊，好像主要就是商圈的地方，然後再往上面呢、啊，就是 KTV、電影院跟一些商辦，所以上面的話，我們就可以等一下帶大家看一下導覽就好了。因為我們今天是平日來，我覺得平日來的時候啊，好像就比較少店有開。哦，很酷耶！你剛剛有沒有看到他們小姐姐在直播？對啊，對啊。因為這邊有一個很特別的奇景，就是你會發現很多店的服務員，他們都會拿着一隻手機在直播，好像是在賣商品賣貨。所以這個也是東協廣場這邊非常有趣的一個特色。3樓大部分都是通訊行比較多，真的就是都是通訊行。我們剛剛帶大家導覽完1到3樓了。接着上面呢，就是一些商業用的。比較特別的是，這裡有一個 U2 的電影館，以前台中的高中生一定有來這邊看過電影。還有 KTV， 這是一個很復古的地方，但是它的設備呢就相對比較舊一點點，所以如果你們想要來體驗看看復古風的電影院跟 KTV， 就可以來這邊體驗看看，好吧？小點心，我選了一個叫炸香蕉的店，它的 Google 地標就叫炸香蕉。一走近的時候，發現它除了炸香蕉之外，還賣了一些傳統的台式炸物，什麼芝麻球、雙胞胎、甜甜圈，有夠混合。到底是什麼國家混合什麼國家，我已經看不懂了。除了炸物之外啊，他們主要其實是賣飲料的、果汁類的，還有越南咖啡。所以它其實是越南的，對不對？對，我覺得它應該是越南的。所以炸香蕉是越南的，我以為炸香蕉是屬於印尼或者是泰國，還是其實東南亞國家他們都有吃炸香蕉的？我覺得應該都是，因為我們在這些國家好像都有看過炸香蕉，像我們去泰國路邊也有炸香蕉啊，但它的炸香蕉超猛，它是把香蕉呢攤成一整片，像魚排這樣子，裹飽飽的粉之後，先下去炸一輪，再裹飽飽的粉，再下去炸一輪，所以它基本上呢是回炸過很多次。算是千層炸香蕉。對啊，炸完之後變這麼厚一個。但它會不會裡面香蕉只有一點點而已，外面都是粉？我覺得應該不至於吧，這很粗哎。如果外面都是粉的話，我有點沒辦法。它的炸皮很像是我們那種台式非常傳統的炸雞翅，那種很粗的那種炸粉，很粗暴，非常粗暴。吃看看，吃看看，先吃看看有沒有香蕉？有香蕉嗎？有，你自己看。空空的。它香蕉在哪裡？這裡啊，那它旁邊這中間全部都是炸香蕉，香蕉就对了。因為它的香蕉呢會軟化，它現在其實裡面已經變成果泥的樣子了啊。意外的很好吃哎！你知道要去之前呢、啊，許先生還不看好說，我現在完全沒有要伸手過去搶的衝動，你知道嗎？我覺得超好吃哎！你知道為什麼嗎？它現在其實它不是現炸的，我這個已經放到有點溫了，因為它的炸皮是我講的那種傳統的炸雞翅，很酥脆、很硬挺的炸皮，所以它吃起來不會軟軟的。它中間那個香蕉啊，已經化成泥了，不會爛爛的，可是它帶有那個煮過的酸甜香氣。抓到煎餅追求的是外面那個鬆軟的皮，但它的不是，它就是柔軟的中心，包裹着外面很堅硬的表皮。35塊，雖然說有人可能會覺得有點貴啊，畢竟就是炸香蕉，可是因為我剛剛有看到它的炸香蕉是一整片，它炸起來裡面蓬蓬的這樣而已。對，它炸完之後，它其實所有的果泥啊，全部都粘在那個皮的上面了，你才會覺得它看起來空空的。這意外的蠻好吃的。然後這一杯50塊，有什麼特色之處嗎？我剛看了它放蠻多煉乳的。它有一個特別的味道，我覺得有點好像混到其他水果的那個味道。不好意思，我跟你說，
我覺得他上一杯可能打過榴蓮。我覺得他上一杯打過榴蓮。對，他們家其實特色料理是榴蓮牛奶。对，我之前看过評論啊，很多人都說他們榴蓮牛奶很好吃。但是我不愛榴蓮，所以這一杯我有點尷尬。這個不行哎，這個要洗乾淨哎。如果怕吃榴蓮的人，這個味道蠻濃的。果汁我不給過，但是炸香蕉我覺得蠻喜歡的。我們今天帶大家來東協廣場逛一逛，這裡真的是很多老台中人的回憶。尤其現在假日啊，已經變成很多東南亞朋友會固定來這邊聚會、聊天、吃飯的地方。如果你有來台中火車站附近啊，真的可以找機會進來逛一逛，說不定會找到你意外的很好吃的異國美食哦。也可以在它的周圍繞一繞，它的周圍也很多這種東南亞的餐廳，我覺得口味都非常的不錯。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哦。如果喜歡我的影片，請記得幫我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。我們下次見嘍，拜拜，拜拜。